从朱平慢学屠龙之际，窥探人生智慧，在生活的漫长旅途中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怀揣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，或是为了追求独特而走了不少弯路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走进《庄子列御寇》中朱平慢学屠龙之际的故事，借这则流传2000多年的寓言，剖析人性的弱点，探寻实用的人生智慧，领悟为人处事的真谛。屠龙梦碎，朱平慢的荒诞追求。从前有个叫朱平慢的人，渴望标新立异，做出一番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他毅然变卖了全部家产，踏上了拜师学艺的漫长旅程。在游历途中，他遇见了奇人智里益。智里益身负医相，独门绝技屠龙之术。在朱平慢眼中，这门技艺酷劲十足，充满了神秘色彩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拜其为师。此后，朱平慢全身心投入学习，整整3年，他心无旁骛，终于学成了屠龙之技。学成后的他满心欢喜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家乡，向乡亲们展示自己的非凡本领。然而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龙，他的屠龙之技毫无用武之地。朱平慢并非不够努力，3年的刻苦学习足以证明他的决心。他也绝非缺乏热爱，倾家荡产只为学习一门技术。这份热情不容置疑，但为何最终他却落得个一事无成所学，成了无用之功？究其根源，是他在选择时迷失了方向，没有考虑现实的就业需求，也未对这门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估。他盲目地投身于这个看似高大上，实则脱离实际的大工程，最终血本无归。古市今见，脱离实际的现实乱象，教育内卷，超前学习的屠龙陷阱。朱平慢的经历在当今社会的教育领域有着鲜明的映照。长期以来，课外辅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不少机构打着补课和兴趣拓展的幌子，开展超前教学和超纲教学，让1年级的学生学习3年级的内容，3年级的学生挑占5年级的知识，同时大力宣传奥数竞赛、英语竞赛等高难度考试。这些教学内容如同屠龙之技，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毫无用处，还严重扰乱了中小学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教育焦虑的热潮。在你不来上辅导班，我们就辅导你的竞争对手这类宣传的蛊惑下，学生们被迫投入到高难度内容的学习中。然而，这些努力并没有减轻他们的升学压力，他们所学的知识要么在未来的学校课堂上会系统学习，要么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武之地。一番折腾后，家长耗费了大量的金钱，学生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，最终却收效甚微，恰似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盲目创业，热血背后的失败危机，许多年轻人在创业时也犯了与朱平慢同样的错误。他们满怀激情，仅凭一时冲动，就拿出父母的积蓄投资自己的项目，在创业前既没有深入进行市场调研，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，也没有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，评估其可行性。就这样，他们召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风风火火地开启了创业之旅。最终，不仅自己的创业梦想破灭，还让父母为他们的冲动揪心，承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。圣俗之变，看待事物的不同境界。2000多年前，庄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在追求过程中容易陷入的种种误区，特意创作了这则寓言以警示后人。不过强调经世致用并非庄子一贯的风格。在故事的结尾，他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评论：圣人以必不避，故无兵；众人以不避避之，故多兵。顺于兵，故行有求。圣人在看待外界事物时，不会过于执着和较真，即便面对看似必然的事情，也会保留一定的思考空间。因此，他们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，与世界和平共生，避免争端。而普通人则恰恰相反，常常凭借自己的主观偏见，对尚未确定的事情妄下结论，或者为了一点小事争论的面红耳赤，使得生活充满了纷争和困扰。如果任由这种争斗的心态发展下去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其左右。兵士之则亡。倘若每天都沉浸在无休止的争论中，不知克制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。以世俗的眼光来看，朱平慢的行为或许显得愚蠢，智里益的办学动机也可能遭到质疑，但这恰恰是俗人的偏见。圣人则能够保持超脱的心态，不急于对事情做出评判，而是冷眼旁观，等待事情自然发展，是非对错自会水落石出。倘若凡事都过于较真，认为开班办学就必须保证学生就业，学习技能就一定要学有所用，付出努力就一定要得到
回报，那么生活中必然会充满纷争和困扰，倒不如学会放下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超越琐碎，治人的精神境界。庄子进一步指出：小夫知之不离包居干，独必精神乎简浅而欲兼济，道物太易行虚。若是者迷惑于宇宙，行类不知太初。彼之仁者，归精神乎无始，而甘明乎无何有之乡。水流乎无形，发泄乎太清。悲哉乎！汝谓之在毫毛而不知大宁。普通人的心智往往局限于人际交往中的琐事，将宝贵的精神消耗在浅薄的事物上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还幻想着能够普济天下，引导万物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。然而，这样的人早已在茫茫宇宙中迷失了自我，被外在的物质条件和内心的欲望所束缚，根本无法领悟宇宙初始的自然大道。只有那些境界极高的智人，才能让自己的精神回归到鸿蒙初开的状态，甘愿在虚空的世界中休养生息。他们如同无形的水流，自在的流淌，澄澈而静谧。可悲的是，世人常常将心思耗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，全然不懂宁静、自然和无为的妙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会被工作、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琐事所困扰，陷入拿得起放不下的困境。这些琐事不仅消耗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，还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。庄子目睹人们如此执迷不悟，只能无奈地发出悲哉乎的感叹。平衡之道，在理想与现实间寻得安宁。有位作家曾说：神圣之后不再快乐，快乐之后不再神圣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在强调修养和自律的同时，也更加注重人性的关怀。只要能够生活的幸福快乐，保持善良的本性，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瑕疵是可以被包容的。追求逍遥无待的境界，如同仰望星空，是我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；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则是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既要怀揣梦想，又要立足现实。在做出选择时，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，避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，同时也要学会放下心中的执念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得失。朱平漫学屠龙之计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可能犯下的错误。它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正确认识自己和理规划人生。让我们铭记这则古老寓言所蕴含的智慧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，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。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自由，在追寻内心梦想与适应现实生活的征程中，朱平漫学屠龙之计的故事始终如同一座明亮的灯塔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。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艺术领域，会发现类似朱平漫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。不少年轻人痴迷于小众且缺乏市场需求的艺术形态，倾尽全力学习，却忽视了艺术与生活市场的衔接，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迷茫徘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摒弃对梦想的追求，转而去一味迎合现实。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，让梦想与现实相互滋养。以科技行业为例，许多创新者在探索前沿技术时，既能仰望星空追求突破，又能脚踏实地考量市场需求与社会价值。他们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实用的产品，既实现了个人价值，又推动了社会进步。我们也应认识到，对事物的评判并非非黑即白。就像庄子笔下的圣人与众人，前者超脱豁达，后者执着纠结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以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，在坚持原则的同时，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。对于他人的选择，多一些理解与尊重，少一些无端的评判与争执。让这则古老的故事融入我们的生活，化作行动的指南。在遭遇挫折时，反思是否重蹈了朱平漫的覆辙；在面对抉择时，权衡理想与现实的天平。通过不断的自我审视与调整，我们终将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越重重障碍，抵达内心宁静与自由的彼岸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传奇，让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